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effrey，Radio Trend 的 Creative Producer，很高兴今天有这个机会，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。好，让我们来开始吧。首先呢，我想先跟各位介绍一下，Radio Trend 是一家成立在日本，专注于数位内容的创作公司。那之后的目标呢，是希望能够提供给世界上的人资讯以及娱乐。在我们制作这档节目的当下，我们知道台湾最近的情况有点不乐观，但相信之后还是会过去跟好转的。而数位内容呢，是不是能够在这段日子里面提供给我们一些帮助？首先，我们知道人都会被一些基本需求给驱动，而产生行为。哪方面的需求呢？比方说像亲吻啊，或是拥抱啊，甚至一些想摸或想吸的冲动。在一些比较注重满足这些需求的国家呢，情况可能会比较不受控制，也不太乐观。在我所在的地方呢，会把不注意空间跟距离的人形容成笨蛋。当然这是亲朋好友之间的称呼，并没有什么恶意啊。但同样的，被文化影响行为而导致的结果差异，虽然后面带来的影响会比较小，但是结果在世界上人跟人的距离还是越来越疏远。那而且互动的行为也是被强迫改变，那有些并没有变得比较好。所以呢，在疫苗覆盖完成前，难道没有什么更好的替代法可以来代替做不可以代替表达爱呢？其实还是有的。在这里，本来以为是用来发明让人类绝种的装置，反而带来给人类一线希望跟生机。我们甚至还可以在这些装置上面用数位内容开发出像 Online Meeting 跟 Social Chat 的 application。也因此呢，我们有了在过渡期间的替代方案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话又说回来，各位有在专注在某些事物上而感到放松的体验过吗？例如说，像在大自然里聆听他们的声音，有些人管它叫做禅，但我相信在这里大部分的人会管它叫另外一个名字 ZONE。对，我说的就是这种。如何设计出一个有效率引导玩家进入高度专注的状态？这也是某些设计师一直在追求的目标。从以前的2D 弹幕，到现在跟数位内容结合的 XR 装置，哦，其实都是异曲同工的。甚至呢，我们还注意到了，在 eSports 中，越来越多人能在众人面前表现出高度的专注状态。因此，
我们也将与日本的学术机构合作，以科学验证的方式所获得的数据，运用在内容中，像是 eSports 或是帮助年轻或老年人提高认知能力，防止衰老、退化。也希望呢，能够早一天能够恢复到如此的光景，并产生更多人与人之间的连结。很高兴呢，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分享这些想法。那日后有机会我们碰到再聊。非常感谢各位 ，Stay tuned。